嗨，大家好，我是老钱 GT， 我是老大。那我们今天呢，在网络上要看一下 Prusa 昨天公布的它的新产品 Prusa XL。那这一台呢，它是明年第二季之后才会开始出货，所以其实现在看的话都是预购。但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太吸引我，所以我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先从它的影片开始，因为它是昨天晚上深夜公布的，所以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你如果想看这影片，可以到 Prusa 3D 它的官网上面。Joseph Prusa 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支影片。好，那我们来看这影片。好。好，那我们刚把这个影片大概先看了一个差不多。它主要讲就是说，先讲一下它新的这个大小，它跟马克3的差别就是它另一个尺寸更大，但它其实它从架构上就改掉了。它用的已经不是我们平常，就是大家可以平价的猎鹰机会用到的这种架构。那它从这种龙门式的架构改成天车式的架构，那这个架构的改变就是改成 Core XY 的这种改变，它其实对于它这个稳定是有影响的。像这个，对，它就是透过这里它只会动它的 X 轴跟 Y 轴。对，那 Z 是独立去控制的。对，然后它 X 轴跟 Y 轴在这个平面印完之后，它自己会自己单独掉下来。但这个其实很多猎鹰机已经有，像 LT Maker 什么的，它都是用这种架构。对，是。然后其实刚刚那一串里面有很多资讯量，超级多资讯。对，从这边看的话，对吧？看起来最明显，我一眼就会看出来，就是它那个很烂的 LCD 版是底升的，跟彩色影片。没错。有触控吗？应该是吧。对，没有，好像没有，旁边有个按钮，我不确定，但是至少换得很漂亮，对吧？但是是不是触控的不确定，但它有说有联网功能，对，所以它至少还有就是变成智能家居的部分嘛。你跟网络上传档案就直接连，逻辑上就是这样。有个 USB 的图案，估计是可以插 USB 的。那我 SD 卡买这么多，对，可能就没地方用。对，但应该我觉得不是触控，不一定是触控的。对，看起来不像。然后磁吸一样磁吸底板嘛，但看起来它好像更软了一点。对，但它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里吧。它这一次改了它的喷头组的地方。没错，后面有个细节。它这个架构的改，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它想要提升它的猎鹰速度，因为它这种架构的话，它的猎鹰过程中晃动的比例会减少，可以提速，对，然后它的速度就可以变得更快。对，跟我们之前讲到 Speed Bench 那个 Foreign 的2.4或者是 Foreign Zero， 然后它的尺寸是36×36.3，这个其实就超级大了，因为 Prusa 多大 ？Prusa 是长的话是25，宽21，高21。对，这样子其实大了1.5倍吧，不止一阶哦。对，它其实就是有大一个尺寸。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原本有些东西印不下去，它就可以印。对，另外一个点是，如果它用的是 Core XY，就是这种像立方体形状的设计，虽然它猎鹰尺寸变大了，但它可能占的空间说不定没有以前的大。对，它东西都是闭在一起的，因为它的 XY 就已经是固定在这个范围里面。对，要先讲一下，因为以前龙门式的那种，它的Y 轴是会前后移动的。对。那以 Y 轴的板是21公分来看，它推到最前面跟最后面，其实它前后就占了大概60公分左右。对。所以这一点其实在尺寸上是要有局限的。对，说不定这个尺寸跟原本比起来，它要的空间虽然会比较大，但可能没有大太多。对啊。而且它有光，你知道吗 ？RGB 灯效。另外一个点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虽然是 Core XY， 但跟其他 Core XY 不一样的是，它的这里没错，它前面没有，它上面也没有，两侧没有这一根，对，上面也没有那一根轴。这个在他的访谈里面有提到，他是第一个是他想要让他拿下来的过程中前后是不会有阻碍，左右进去不会有阻碍。对啊，因为如果你东西印得很大，你要出来的时候，你从旁边出来撞到前面的杆子，从上面出来撞到上面的杆子，对，那很容易出一些问题。但我想他这样设计，他必定要去损失的就是稳定性。对啊，他这样子的话，稳定性一定不会比4个框的更好。确实。但是他敢这样设计，以我对使用 Prusa 经验来讲，我觉得应该还是品质是还不错的。对，他才会这样去做设计。可能保守一点的人，旁边这2根会留着，然后就把上面那根删掉的。对啊。但是他
非常大胆，他就把这3根直接拿掉，说不定这样它如果还不影响品质，那这个设计就真的很好。没错。然后你看，其实它这个大小，你看同一样是挂的那个线材的话，其实比起来没有差很多看起来是胖了很多，但高度上好像没有差很多。因为它比猎鹰的宽多很多，对啊，至少10公分，但前后可能差不了多少。对哦。对。高度的话就是比龙门再高一点点嘛，再跟线材一样高。但是如果是以 Z 轴方向来讲的话，它上面那条线会延伸的还蛮长的。我觉得是这个啦，就纯黑的环境下，它自己有光就可以有展示功能。这是一个还不错吧？以前没有啊，以前你就要拍，你要给它光，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追求那种 time lapse， 如果我们要拍3D 猎鹰的 time lapse， 以前它会前后晃动，我们要想特别的方法，让它在每一层的时候暂停，出来拍张照，回去暂停拍张照。但这种的拍 time lapse， 你知道摄影机架旁边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但上面那个还是会一直晃，它上面的会一直晃，但你拍的时候不要拍到喷头，其实就可以拍到。对，假设你不拍到喷头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停下来，应该是这样拍出来就好看，而且也比较简单。这其实很猛，它是用喷头里面用压力感测接触的 sensor 去算它有没有碰到，没碰到。它的喷头组里面在加热块里面，它有放一个 load cell。中文好像叫做压力还是重力感测元件，就是它是用来侦测那边的力量有多少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如果是喷头，它旁边的线材推挤出去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它可能跟底板的距离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它这边就可以量到它那个产生的力的变化是什么。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知道喷头跟底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对，所以它这边有说它用 load cell sensor 装在里面有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在 first layer calibration 的时候非常精准，所以它可以自己来做到 first layer calibration。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调频，因为它里面就可以帮你调。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测距离的方式去感测到它可能洗料过程中有没有非常大的压力变化是怎么样，然后去判知，如果你今天在猎鹰的时候堵掉了，或快要堵掉了，它就会先暂停，不会让你出现喷头空跑的样子。这个其实就还不错哦，所以它这样的话，它的读值就跟以前用拼打去量的时候是0跟1，它这个就可以很细节去看到底是多少。对，它应该会比拼打再更精确一点。所以这个话就数值量就变多了。OK。可以看这边，他说他这边会自己帮你测它的距离嘛，所以每一个手绳看起来都会非常的漂亮。然后这边是他另外一个主打，他用了一个16个热床阵列。对。所以他这边虽然它的猎鹰面积是35×35，还蛮大的，但是他说在其他大的那个热床上面加热，如果是一整块的话，你可能会出现那个凸起或者怎么样。对。跟小尺寸的时候不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把它做成4×4这种一小块一小块但组合起来的方式，它可以完美的可以让它的加热更均匀。对。那这样应该会有一些风险吧，对不对？应该多少是会有的。如果它这个排列排的不够整齐，或高度不一样的话，那它这个就是先天上的问题，对不对？这个的话就要看它刚刚前面那个跟这个有配合好。对，我觉得它的 Z 轴调整应该是有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功夫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你的热床如果坏掉的话，它一个就9公分，等于你只要单独换一片热床就好。对，应该是。这对于你在未来东西一定会坏嘛？我相信啊，你长期使用它一定会出现问题。如果你只要换到热床的话，这样可能是蛮省成本的，你就一次只要换一个单体。对。他有说他每一块热床下面都有一个那个独立的热敏。热敏。对。广告就是要这样拍。对，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整个都高潮了。真的，这好看。
磁吸底板应该就跟之前差不多。没有，看起来更薄更软，我们的没有办法这样拉起来。对啊，但其他的好像是可以的，对吧？好像可以选自己的面上面的那个材质。哦。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一次主打的叫 Neck Shooter 吗？没错，它是新的 extruder，neck extruder。那这边它用到的是新的这种齿轮模组，对不对？但这个齿轮模组在机械工程上是蛮常见的。对，那这的话，我研究了一下，应该是降齿的一个模组，就是它让它原本的转速降得更慢，那这样它可以控制得更精细，然后更稳定这样。对，一般的齿轮可能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但用这一个它可以达到更稳定的这个走向速度啊。对，但是因为它把齿数降了，所以这样害怕它转速不够，所以它就靠放大齿轮大小。所以你到后面看一下。它用一个比较大的齿轮去转这个线，跟提取原本的齿轮大小。我可以看到这边，它中间转了很多圈。对，然后外面转的比较慢。它内层转的快，外层转的慢。中间转的很快，然后外面转的很慢，但最后面再把它转的慢的地方加上齿轮。对。加上挤出轮。对。那它这边的挤出轮的话，是一个大的挤出轮的旁边配两个像是 bearing 的东西。对。然后是说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你线材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挤出轮的时候，它可能会受力不均匀或者是转速不一样的时候，它容易扭曲或者是缠绕在你的挤出轮上。对 ，Prusa 在受访的时候，他有说这样子的挤出轮设计对于硬软料这个卷曲的这个避免。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印很软的材料的时候有遇到过，对啊，很容易就会挤在你的挤出轮上。对，很容易卷在它的 bond tag 上面，但他说这个全新的设计可以有效的改善。他说不会。对，他受访的时候是说不会有这个问题。对。这边以前的。对啊，你看它就放大了超级多倍的。他说这样子改善，然后也可以增加它这个咬住的这个面积啊。当然，它这个可能磨损还是会存在，因为它只要咬到线材就是会磨损。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的 low cell sensor 除了拿来做 first layer 的 calibration 之外，这边也拿来做 jam detection， 就是怕出事嘛，怕它堵料这样子。对啊。这也蛮好理解，就是你如果这么大一个机器，想当然就是要印很大的东西，而且要印很久。对，假设你3天的东西，你突然有一个部分就堵掉，然后你就让那边空跑1个小时，有时候不止1个小时。对，然后空跑了很久，那你整个东西要丢也不是，要留也不是。那这边号称就是拆它的喷头超级快，30秒内可以结束这样子。而且要说的是 1/10。对。然后它这一代的主板改成用32 bit 的控制板，就提升嘛，提升很大。之前的 Prusa 是用8 bit 的。对，但是现在已经很多猎鹰机都是用32 bit。对，很多猎鹰机其实都走这个方向了。没错，算是跟上潮流了。对。然后彩色 LCD 差超级多，而且可以显示图档，这个解析度也不会太差。不是以前那种快一通的 LCD。还有网路，所以它是可以，应该是可以远端联网打印吧。至少可以监测，我觉得。那这个的话就是跟 SO1S 是一样的，就是有这个功能。对。它应该是整套系统都融合在它的 Prusa Slicer 里面吧？没错。然后它2侧可以挂2个线材，会有可以伸缩的棒棒。对，反正可以挂线材。它2侧会有可以伸缩的棒棒，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可以伸缩？因为它猎鹰大的东西可能原本1公斤现在不够，它
它可能是6公斤，嗯，那6公斤的线材你用一般的方法一定放不下去了。对，所以你看上面这个是短的，下面它就会调长，然后放进去，它特别调的，好人性化。对不对？伸缩自如，这个还好，就锻炼侦测嘛。前一代也有，这个这个肥宅看到都高潮了。没错。RGB 光效，你买显卡的时候有花多少钱？不是一般显卡都有，你要特别买 RGB 的显卡。对，你买记忆体的时候也特别买 RGB，就是为了什么？对吧？不就是为了帅吗？所以 Prusa 在某方面来讲，它是一个合格的肥宅。没错，我认可它。那这个我当然没错，他自家做的产品绝对是要跟他自家用的软体搭配在一起。然后全球保护嘛。对，然后有一个罩子，在印一些修脸的时候就可以放里面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的时候，像 Prusa 现在就露天的嘛。好，后面就是我真正觉得真正高潮的时候到了。真的，刚刚上半场，没错。那下半场就是什么？下半场如果是要我讲的话，那绝对就是升级再升级啊！iPhone Pro Max 来了。多喷头模块，看到这个，没错，一般的猎鹰机可以有这个，但老实说，这个系统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对，其实其他印表机已经有了。对，我们已经有在平常什么脸书有的没的这些3D 猎鹰相关的新闻里面常有常会看到看过这种喷头。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种喷头换掉方式很厉害。多喷头的目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要么是换色，要么就是换料，就是它换种类的料。对。那以前的方法，譬如说大家用的都是单喷头改成多色猎鹰的话，Prusa 自己出的方案是用Multi Material 去改嘛，对 MMU2。那有另外一个牌子叫调色盘，它的改法就是它透过线材衔接的方法，然后让你的这个线材都是一条，但是前面是白色的，后面它接成黑色的，它接的好好的。但这样都有一个问题，它进到同一个喷头里面的时候，那个喷头必须要把那个料吐干净，它那段必须要擦得很干净。要擦掉了。但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每一次换料都会浪费很多很多材料。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第一个是你的猎鹰空间会被它占掉。第二个就是它会浪费非常多材料，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那个材料没多少钱，但最重要的是它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对。那换喷头的好处就是这个喷头其实有另外一种就是双喷头猎鹰的那一种嘛。哦，对，双喷头也可以。它一个喷头上面，应该说一个加热块上面是变成2个喷头模组。对。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就像这样子，有点像这样，但只是它每次移动的时候都是带着2个喷头一起动。对，这种的话也有。那这种的话，它当然它的好处很显而易见，就是它左边印完直接换右边印，所以黑色印完印白色，它完全不用衔接。当然中间一定还是要擦料，那个量可能会少超级多。对，那种的就跟这种其实比较像。是，对，我觉得同一个概念，但这个的好处就是你坦白讲，你说5个喷头好了，它这种的话逻辑上模组化它没有上限，它只要能够找得到，就跟 CNC 一样，它找到它要的头，它要换几颗头都可以，它想要换砖头、换洗的都可以。但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一种的设计比较好，然后模组化插进去把它拉出来就换了。但另外一种它2个喷头这种，就算是比较简单的设计，但它应该会比较便宜。对。然后另外他们的缺点就是双喷头，所以就是2个，右边的喷头可能没办法印到左边喷头最左边下面的位置。这个除非你印的东西特别大。对，假设你东西就是要印接近满版的，那你最左边的地方可能没办法让右边的喷头印到。对，所以右边的地方可能左边的喷头过不去。我觉得这可能相对是小问题，因为不一定有人会印到这么满。不一定会印到满版。对，但它是一个问题。对，它就是也会牺牲你，但也是一个缺点。但是像这个5个模组化的话，好处就是它永远都只有1个喷头，但它又有5个喷头。对，但缺点就是它应该比一般的那种方法贵很多。而且你刚好发现它的32 bit 的晶片是摆在哪吗？是摆在喷头上，所以我猜你买这个是不是你就拥有了5个晶片？你这边，你其实可以看一下，认真的看一下，它们每一块的旁边这边都有一块新的晶片。对啊。所以代表你一个喷头的模组其实上面是有很多东西。那你看它换的速度其实很快哦，那就比 MMU 好很多，是一个很好的升级方案。
这边的时候，真的。我爸爸是马斯克，他买10台回家玩。就是他说的那个位置校正，对，很准。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了。我看到这边已经是想知道多少钱了。看到这边就不是买不买的问题，对，就是多少钱？就是他的缺点还是我的缺点。对。但它是明年2月的事，明年第2季的事嘛，所以还可以存钱。他的访问的时候，他有说为什么要在明年 Q2、Q3？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台机器偏贵。对他的消费者来讲，如果是偏贵的话，他们可能没办法 affordable， 对不对？对，他提供了这个，所以他一开始现在就只需要投200美，下一点定金。那之后你可以再去标会，对，趁这段时间把你的缺点都补满。对。对。那他是跟你讲，他在发货之前会再问你要不要改。对，你可以改，你要1个喷头的，还是你要5个喷头的？对，一开始买什么，之后再决定，后面可以改。对。这支影片大家知道这里了。好，那我们进到介绍。OK， 所以看完这一支影片，你们觉得非常心动？超心动。那直接高潮。那在这支影片的下面，它有附它的 Read More About the XL，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在它的部落格上面看到其他更详细的这些内容。其实你知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仔细看，我以为是现在预购可以省2000，但省200。应该不是。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边它有它的部落格，它讲更详细的内容。那大部分就跟它刚刚的影片中都有提到的差不多。对。那另外一个的话，另外一个连接点进去的话，就是它的商城。没错。就是如果你想要趁现在 pre-order 的话，那你可以点到这个连接来看它的这些详细内容。对，那我们刚刚知道嘛，你预购的定金，来不及折，预购的定金都花你200块，那1个喷头要多少钱？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先讲一下5个喷头好了，因为刚好看到。如果你把它升到 Pro Max 的等级，就是最顶的顶到爆的话，5颗喷头的那个套件，然后3500块美金。如果你是 semi assemble 的话，就是它可能先帮你预组了一些部分，来了你还要自己组。以我对它的理解，那个一部分就是没有。不一定啊。对，之前的确实是没有，但这个我就不确定。对，这我不知道。之前你买的 MMU2 来就是所以如果你是要他帮你组好5个喷头，最豪华中的豪华套件，4000块。4000。那4000块折合台币会是多少钱？我们来算一下，4000。111200，是吗？111200。块。那如果再加上运费，这个是没有运费跟关税的，所以我猜运费可能又要5000多块，不止，可能5、6千，然后关税。关税几吧？5%吗？关税应该也是要很贵，5000多吧。所以你可能要再加1万块，才是你拿到手的价格。没错，所以这是我自己随便乱估的哦，我有点忘了关税要怎么算了，但一定很贵。如果你是5件组，懒人5件组的话，那你就要花大概12万才能在台湾买到。没错。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你可以想说，好了，我自己做，我省那500块，那大概就是3500块。我帮你算过了，10万有找，但是还在加关税跟运费。对。但是如果你只想要买1颗喷头的话，那这边要讲一下，他有说嘛，他1颗喷头之后，如果你想要升级，你是可以买他的套件回来升级。对，它是有升级空间。我相信他绝对会这么说。那1颗喷头的话，2000块，价格是2000，台币大概是6万元以内。2000块，对，就是这样这个一半嘛。对，55600块。你是现在啊？大概就是6万块吧，我猜。对。所以如果从刚刚算起来，它多1个喷头其实要多少块？多1颗喷头是多375块美金，375块美金。没错。但是如果他今天还提供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如果你不是买1个喷头，买2颗，没错，就是在最客家的地方，就是 iPhone 跟 Pro Max 中间有了一个 iPhone Pro， 对，就是那种感觉。
那 Pro 的价格呢，多了一颗喷头，只要加500美，加500块就可以获得双喷头。这个价格大概是7万块，所以含运费大概就是8万块。所以多一颗喷头，多了第一颗喷头是500块，对，后面多的每一个喷头大概就300块而已。对。那其实坦白讲还是贵，你以消费市场消费级的这种 3D 列印机来讲，还是贵。消费级的 3D 列印机很难买到7万块吧？对，因为你再回去回想一下，它那台多少钱 ？Prusa 一台才749块。对啊。那折合台币大概就2万出头而已。自己组的马克三一台750块。官网的原厂货。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买它组好的，一台也才999，就是1000块。对。但这个随便都是2-3倍在起跳的。没错。但是我看完之后，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有钱，我一定想买5颗喷头。没错。没有什么，就是5就是帅。对。如果喜欢这个设计的人，欢迎在下面留言刷起来。没错。或者我们直接合资买一台。对，大家可以一起买，或者是我先买，然后大家来一起借用，来看看一下好不好用。对。好。那其实市面上还有其他在做双色列印的厂商。很多。那我们随便找了2家。我们先找广告打超凶的。对。并。好，先从 BQ 开始好了。很香的广告的。对 BQ。B1 SE Plus， 对，号称2022年最强的 3D 列印机。对，然后还是双色列印，重点是它的价格是还可以接受，非常好。那它的价格就在16800块这边，超级大。16800块。对。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 Prusa 双色，如果你要2颗喷头双色要多少钱吗？7万。7万，它这边16800。所以其实差很多。其实差很多，但是看到这边还是龙门嘛。对。然后很多设计。跟以前的 3D 列印其实没有差很多。对。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双色列印的厂商。对。那第二个的话比较有名的话，应该是 Ping 啊，对，台湾的厂商。对，他也是做双色列印的。对。那这个话是我们在，如果你在宇耀的官网看到了，那你的价格大概就是128000块。对。但我相信这是公定，这是市价。对。你去询价应该会便宜一点。对。这种通常是可以询价的。但是刚那台 BQ 应该是不能询价的。对，那种应该。那种就不能询价。对。那这边它列印尺寸是30的圆形。对，27。直径30。就小，比较小。比 Prusa XL 对小了一点。对。那 BQ 的话，我刚刚看它的尺寸是34。它尺寸其实很大34，那其实快跟刚那个36的是一样的 ，Prusa XL 差不多。对，是差不多大小的。对，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你要选择是你要用的是 Prusa 的，还是用 BQ 的，因为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系统，都是 FDM 的，但是它的系统是不一样。比如这个是龙门机，它那个是Core XY 的系统，所以就以目前我们来看到2022最重磅的 3D 列印机 FDM 系列。对，它推出的这个消息其实是蛮惊人的。对。其实以前就有消息了。对，其实以前我们就有看到 Prusa 可能会出 XL 的系列，而且我们有存钱想要买，但没想到还是超乎我们预期。但其实我们存的钱是可以买1个喷头的啊，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算到它会出到这个5个喷头，很香的这个。对，我们本来以为它就只是比马克3变成马克4，有没有？而且是。对嘛，就是怎么样就很 pro， 就强了一点这样。对，但没想到这一次的升级还是非常的惊艳。本来以为挤了一点牙膏，不是，但不是，它完全整个系统都改变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所以今天的影片大概讲 Prusa XL 最新的这个3D 列印机的释出，还没有卖，但你可以 order。对，200美。你觉得它是2022最强的3D 列印机？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因为贵，因为最好的3D 列印机总共都是要考虑到价格，一定要考虑。但是如果说东西好不好，我可以先讲，我觉得应该已经是问鼎2022最好的3D 列印机。就看起来，对，真的还不错。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印章，穷，就是贵，对。好，但东西真的不错，看起来不错。好，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一定要按赞、订阅并分享这支影片给所有有在关注 Prusa 或者是喜欢 3D 列印机的所有粉丝或朋友都可以。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那我们下礼拜的影片我们有先大概想法，我们会走高速 3D 列印的光固化列印机。那我们一样是选了2台，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哪2台。那1台已经卖了，1台还在众筹阶段。
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下面先猜一下。那这期影片到这，大家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